今天我们来看一款全新的新车，它就是来自上界品牌的第一款车型上界 H5。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上界品牌，它是华为跟上界集团联合打造的一个品牌，那么也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第5届。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么上界将会成为鸿蒙智行这个体系里面的最后一个界，最后一个品牌。OK， 作为一款全新的一个品牌呢，我们还是先从它的一个 logo 聊起。那么跟其他几个界不一样呢，因为上界它其实出生稍微晚一些，所以它这个包括 logo 啊这些物料都是准备的很充分的，所以这次 logo 也是直接上车了。然后它这个造型呢是一个带有这种发光的一个效果的，并且呢里面这个 SH 既指的是上海，也指的是上汽 SAC 和这个 H 华为。上界 H5 它定位呢是一款中型的 SUV， 然后它这个尺寸呢，它的长度是4780毫米，然后呢轴距呢比 Model Y 短了50毫米左右，也就是2740毫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设计啊，我们先从大灯看起。首先它是采用是一个分体式的大灯，然后这两边呢有2个这个标志性的ADAS 的这个小蓝灯，然后上方这个大灯呢，我觉得跟上汽体系里面这个智己品牌智己 L6 的这个车型的这个大灯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就是看起来很圆润的一个效果。然后大家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其实它整个车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俯冲的感觉的。上界官方呢也说，他们在打造这款车的时候呢，最终是把这个 A 柱整体前移了一些。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整个把座舱这一部分的空间给最大化了，并且这样一个俯冲的造型也可以给它带来一个更低的风阻系数。然后它的这辆车呢，风阻系数是0.261。OK， 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那首先呢，华为这种标志性的 Lock 双击开启的前备箱，这款车也是有的。OK， 它可以抬起后手动把它抬起来，然后关上的时候呢，也是跟之前这些车型一样，然后合上按压一下就会电动的吸合。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这次呢我们拍这辆纯电车型呢，采用的是一个20英寸的多条幅的一个轮毂的造型。这款车呢还有一个19英寸，然后更加强调一些运动化设计的一个轮毂造型。那么作为鸿蒙智行的这个车型呢，那最重要的就是它会搭载华为的 ADS4。那我们能看到这款车型它头顶是有一颗192线的激光雷达，那并且呢这些华为这种标志性的侧向的感知啊，以及后向的感知都是具备的，它能够实现一些像车位到车位这种比较高阶的辅助驾驶功能。OK， 然后这款车呢可能会配备 ADS 的 SE 去拉低它的这个购买的门槛。OK，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辆车后面的一些细节。那其实我觉得上界 H5 这款车型呢，它整体的这个设计语言还是挺简洁、挺简练的。那么整车最复杂的一个地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尾灯的一个造型。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这种双层的这种设计。上界 H5 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它还是一个比较传统造型的一个 SUV。那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它侧面采用的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开门的机械把手，然后车顶呢也是把这种车顶行李架给裸露出来，包括后面还有一个后雨刮，这种都是比较传统 SUV 造型的一些配置。所以这台车呢给我的感觉还是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返璞归真。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内饰。那现在我们坐进了上界 H5 的车内啊，那首先你一进来就能感觉到这是一套非常鸿蒙智行的一套内饰的设计。那不管是这个方向盘呢，还是这个中控屏，包括前面那个星环散射体，都是满满的鸿蒙的感觉。那么在一些细节上，它跟其他的鸿蒙车型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它这个空调出风口还是一个物理式的这个出风口，然后它周围呢也做了这种类似于像碳纤维拉花的一样的造型。然后它前排呢只给了一个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我觉得这个在按照现在的市场来说，给2个才是符合用户需求的。OK，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界 H5 的前排的储物空间啊，它整个储物空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这辆车它是一个没有冰箱这个配置的，所以它这个扶手箱就可以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容积，然后包括像这个手套箱啊，容积都是很可观的。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最重点的2排空间。那现在我呢坐在上界 H5 的第2排。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台车它的定位是 Model Y 这个级别，也就是中型 SUV。那但是呢，由于它采用的是一种更加传统 SUV 的造型，所以我们这个头部的空间是很宽裕的。而且必须要好评的是，它给了一个电动的遮阳帘。坐在第2排呢，首先一个感觉就是它这个2排的坐垫，它这个长度真的是非常 OK。那虽然我的腿不是很长吧，但是它也可以到我的膝盖这个位置，所以我坐在这里感觉承托感是很舒服的。然后我把这个脚塞在前排座椅下方，所以它这个第2排的空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整个这个舒适度我觉得是到位的。然后这里有2个手机的 Type-C 的接口，分别是15瓦和66瓦。然后后排呢，在这里呢给了右后方一个华为 MagLink 的一个接口。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届 H5 这款车的一个动力形式啊。那这款车呢将会有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可选。那么增程版车型呢会采用一个32.6度的一个电池，那么纯电版车型呢也有2种电池包。那么小电池包呢也是一个64.6度电池，那么大电池包是一个80度的一个电池。那么对应的续航呢分别是535公里和655公里，都是在 CLTC 标准下。OK，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上届 H5 这款车啊。那么目前呢，这款车还没有一个预售价格区间，那么可以预期的是，它的市场定价将会在20万这个级别。那么作为一台20万级别的一个中型的 SUV，我觉得它的主要的卖点呢，那第一个肯定还是它的大空间以及舒适性的一个体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华为加持下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那么以20万这样一个价格去购买像华为 ADS4，包括像鸿蒙座舱这种满血版华为的这个智能化的体验，听起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呢，包括可能像有乐道的 L60啊，包括像小鹏的 G6、G7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车型。那么你觉得上届 H5 作为一个含华量非常高的一个车型，那么相比起这些市面上的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呢？那欢迎在评论区里面互动一波。